爹，多亏了陈三爷爷借我磨坊使用，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，制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。爹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试墨成功啊！墨色发灰，凝质感又重，还是不行。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？给娘看看，你制了什么墨呀？别看了，这墨都没有成型。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？自然是用料金贵，制法纯熟，落笔如云烟游龙。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，反正你爹说了，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，里面用料再珍贵，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。那哪些人用墨，要用什么样的墨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？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？娘，你懂得还真多。我哪懂啊，都是你爹说的。哎，你慢点吃，慢点慢点。我出去一趟啊！哎，你这又上哪儿去啊？来，客官看一下我的墨，文娘，又好又实惠。看你3天2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，何不去那边买个好的？只是哥儿惜字呀，费墨得很，这家中哪儿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？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这便是我做的出新墨。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的老了，捶打也不到位，制得甚是儿戏。不错，此墨既无商货之貌，售不得高价，又无传世墨意，制作稀松平常，在加墨济济的徽州，着实登不得台面。粗制滥造。这要是我制的墨，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。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。胡会长，来品品这方成墨，有如此的胆识，得此一个成字，倒叫我高看你一眼。这用料普通，制法粗糙，只能算是下品墨。看来李珍姑娘以后就……吴会长，我给珍娘出的题，墨也不拿给我瞧瞧？哈哈，三爷。珍娘，你且说说，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？之前你就应该晓得，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更好、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，添加名贵的用料。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
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粗心，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。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，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也不觉得悔。真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，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。够黑，一方好墨啊！好墨，罗大少爷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那是一方下品墨，还好墨。哎，物者有所宜，才者有所失，各处其一，故上下无违。李珍姑娘有言在先，说这方墨价格便宜，适合账房记账、小儿习字。在座的诸位，年幼出习字时，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，舍得用吗？老祖宗当年制出这第一方墨的时候，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，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？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，无规矩怎定优劣呀？优劣不分。我们这些磨坊，我们这些人，这个文会，他要他干什么呀？徽墨传承至今，徽州磨坊比比皆是。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？对，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。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初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。敢问诸位在座的，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，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，惜墨2载，2载啊，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。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，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
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真姑娘智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在意了。陈娘真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丫头这个年纪，对墨的理解，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。他让我将墨赠人，我左思右想，现在最需要他的，恐怕是李老八你啊。老八，你就收了他吧。是，我知道你守规矩，你定制名士的，你不可以制墨。可没人说你不可以教人制墨呀。文慧封了你这双制墨的手，又没封你的嘴，有嘴还不能说了。李老八，真娘多好的苗子，你收了他又能如何？什么传男不传女，文慧都默认了。老八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君山要是有真娘一半的天赋，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女，我甘愿一辈子不吃墨。还有，难道你就不想李墨后继有人？言尽于此啊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，这个倔老八。景峰，爹来看看你。这个呀，是你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，你瞧，叫初心墨。爹在文慧面前定敕明誓，永不制墨，也已经退出了墨业。可如今，真娘她要学墨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娘，您看谁来了？老爸，七嫂，老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金水这第一扣，是为了当日磨坊之事。我愧对七嫂信任，实是李墨罪人。第二扣，是为了七哥七嫂对我的知遇之恩。金水出生庞宗，父母俱亡，亏的是七哥在老太爷面前立局，引我进入墨道，又见七嫂如母，时时在旁照拂，才有后日之成就。
这份恩情，金水替云难表。老八呀，这些都是往事，不提了。这第3扣是为了我家真娘。七嫂，我以为真娘学墨是一时志气，我也不愿让她受烟熏火燎之苦。没成想，真娘待墨一片初心。我今日在七嫂面前求一个恩典，允我教真娘学墨。何须求啊！我等你这句话，等了许久了。老八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老八呀，真娘和你一样有天赋。若是她静音，一个女儿身被埋没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答应你。谢七嫂。爹，真娘尽力了，但我不后悔。往后，就算有百般阻挠，我也不会放弃制墨的这一条路。既然磨坊学不成，我便买书自己学。爹，您放心吧，真娘一定努力，让咱们全家过上好日子。真娘，爷爷，您这是？真娘，你过来。制墨之道艰难险阻，你可吃得了这苦？真娘愿意吃苦。好。祖师爷在上，李氏制墨后人李金水，自此伊始，收李氏真娘为徒，受其制墨之道。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，一路昌顺，不负初心。